世界杯开始1周有余了，大概3天前他才得知加拿大入选世界杯了，突然成了球迷，享年38岁。足球的知识不咋够，全靠装备来拼凑。哎，要不还是义乌产的。这几天就一直很膨胀了。今儿下午跟我说，哎，你说俺加拿大好，你说一共20个人，11个来看看的，再来几个看球的。回家没放钉子，回家没放钉子。仪式感拉得很满啊！但是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一个人不会唱自己的国歌。他说他国歌改歌词了。但我觉得你狂归狂，人家克罗地亚人上一次亚军，你们来怎么说呢？也就是陪你们。管了 ，barbecue 了。你进了，加拿大进了。黄白是加拿大，红白是克罗地亚，这回你们穿的是黑色儿。黑色儿。真的，不会，可以跟你玩玩。跟这个有，大家看。A few moments later. 4比1，加拿大1。加拿大1输了。没问题，1 is better than 0。好的，就这样。你咋老向着你爸的那对儿呢？这个也没有你的呀。俩老外比谁更懂中国文化，到底谁能赢呢？我老公曾经跟这个伊朗的老外撒巴比谁更了解中国文化，输了。今天他俩要去参加个婚礼，大胖媳妇想扳回一局。去婚礼之前呢，撒巴说他虽然非常了解中国文化，但是唯一让他紧张的就是中国人这排辈儿。为了防止出丑，他想去之前让我给他列一下关于排辈儿的知识点，模拟考试一下。还问大胖媳妇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练练？大胖媳妇说我不紧张，排辈这个事儿我会。然后马上开始作弊，让我提前给他漏点题，他要背一下。我说不用漏，你就记住二姨的丈夫就是二姨夫，老姑的丈夫就是老姑父，把2个称呼连读就行了。背完我漏的题，比赛开始了。结果啊，二夫的丈夫叫什么？球，二姑。这密码。姥姥的妹妹叫什么？老妹。姥姥的弟弟是什么？老弟。对，老弟。对。姑姑的儿子。侄儿还是外甥？我知道，孤儿。下午俩人去参加了婚礼，撒巴借了一套好西装，大胖媳妇则完全不然。我得练习一下新闻贺词。尊敬的各位来宾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没有人听你说这个。知道没有？练习，这是他们俩。东西要快。在家做饭也要比。大胖媳妇问撒巴会做中国菜吗？撒巴说会。我可以炒，但是我需要找菜谱。我也知道盐要放多少，油要放多少。大胖媳妇告人家，中国菜不是这样做的，做中国菜全凭一种感觉。哎，到多少？不知道，这是一种感觉。这多少？不知道，这是感觉。这是一种气。啥是气啊？这是一种感觉。冒烟了。人撒巴一走，赶紧偷摸把这个薅进去了。小兔天天闺蜜机现在可火了，之前就推荐过27英寸类纸屏，大屏追剧过瘾不伤眼，语音操控的解放双手。小兔啊，能唱 K， 连上无线麦克风随处可 party， 音质也不错，能 AI 健身，很多专业健身课程。这小人会同步做动作，还给 AI 纠错打分，等于请了私教又不逼着办卡，多美。晚上俩人逛公园，遇到了打乒乓球的大爷大妈。大妈问撒巴会不会打，撒巴说会。会打乒乓球吗？会打，打得不错吧？挺好的，你也挺喜欢的吧？还可以，我不会玩太好。慢慢学就会了。大胖媳妇开始教人做人了。你不能说你会，他们都好厉害。中国人讲究输钱，是谦虚吧？差不多。你要说你不会，其实我会，我就说不会。那我也不会，我假不会呗。行。他俩先跟大妈打，跟撒巴打的时候，大妈说：“小伙儿找对象没呢？”跟大胖媳妇打的时候，大妈说：“小伙儿，谁找的你呢？谁找的你呢？”你这叫会啊？咋不会？你说会没？你是真不会。俩人的比赛呢，就进入了白热化。最后在公园就是嗨了，也不比关于中华文化的深刻解读了，就开始疯狂模仿公园的所有人。但是模仿青少年那一趴，真的大胖媳妇要逗死我了。你得换一个脚蹦，你得这样。你得用另外一只脚蹦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不，你是脑中风了吗？你得用另外一只脚呀！你是不是又发烧了？哎，你知道我自从当网红，第一次被粉丝深深伤害是啥时候？我跟你说，正经的是真伤着我了，我到现在没缓过来。上次上地下室偷汽水，那是有的月嫂拦着我，要不然我心一横，好悬没跳楼。究竟是怎样一种丧尽天良呢？
你们还记着不？3月16号我发了一个视频，我当时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我说我羊水破了，马上要生了，就你们等着后续报道吧。结果视频播出去1个小时，我掉了2000粉，我当时人都脆了，我想不明白，就心怎么就开溜了，天怎么就入秋了，我怎么就不明不白被你们给休了？我就纳了闷了，我说我要生孩子，咋就给2000人吓跑了呢？我也没说让你负责呀。那我也是要强人，讨喜性人格，都被推到产房了，我这6根眉头紧上锁，横卧产床上大火，感叹身边一幕幕世态炎凉的赤裸。医生说你紧张啊？我说我不紧张，我就是落寞。医生说因为没老公。我说因为没意思。所有人都以为我是一个人生孩子，老公不在，有一种自怜之情。其实我就是想把这2000人找出来，跟他挨个唠唠。完之后麻醉师这个麻药不也打完了吗？麻药劲儿也上来了，医生就说你准备好了吗？咱们可以开始了。完事陪我生孩子这个好朋友那家老激动了，热泪盈眶的，一手攥着我的手，一手在那录我。你准备好见你的宝宝了吗？此刻你想说什么？我当时麻药劲儿就上来了，舌头都大了，但是还是没有我的气性大。我还回答呢，谁在人马上上产房的时候娶过人呢？多损啊！就我在这个节骨眼上居然能冒出这样一个感言，周围人听着都觉得就挺感叹我心能有多大。但这个事儿吧，真是就心有多大，舞台就有多大。生2胎的灵魂全是对恐惧的践踏，就生2胎都感觉自己是成手，就心特别大。我格拉斯哥有好朋友，他们格拉斯哥可以选你是想水生还是旱生，他这俩孩子都是在浴盆里出，就是水生的。那第1胎的时候呢，有一点感觉就害怕，就进去泡着去了，出来的时候泡的跟鸡冠子似的。那2胎的时候不着急，在那个浴盆旁边就跟2个产公公就唠上嗑了。为啥叫产公公呢？就是英国不是管这个助产的护士叫产婆嘛 midwife 嘛，那这俩小伙都是男的，所以应该叫 mid husband， 就是产公公嘛。这俩产公公比我那朋友还紧张呢，俩人往那个浴盆旁边一蹲，不对，外国人他没有蹲机，那应该是往浴盆旁边一跪，然后拿俩小网搁那等着。然后我那朋友说的，你得把网收起来，人家要甩子的鱼还没进去呢，你搁那捞啥呀？最后等到实在不行了，才缓缓迈入浴盆，这水都凉了嘛。结果这水一拔，孩子秃噜家出来了。我这朋友自己薅住的，都没用那个网。但是我这回心有点太大了，就待产包了，生之前应该准备啥了，我啥也没准备。结果就是离预产期还有12天，我不就在家突然间就破水了。然后我爸啥也不懂，还跟着我指责我不讲究卫生，随地大小便。后来我把这个自然现象跟他解释了以后呢，他就是这些年报告写多了，问我那你下一步准备干啥呀？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啥呀，我也没破过这玩意儿。完我当时不得穿好衣服上医院吗？但是我当时那情况就哗哗的很狼狈，情急之下我就把我给2宝准备的尿不湿自己给套上了。虽然尺码略显不对吧，但是确实救了我一命。但是这个纸尿裤呢，确实是软软乎乎的，相当舒适。我这一路呢就享受了一下老2的高级屁粮吧，就是。我还真得夸奖一下我和我儿子张大铁共同体验的这个邦宝适黑金包。这次我给俺家老2准备的是邦宝适他家的新品，天然桑蚕丝成分的纸尿裤，老软乎了，软乎到搓吧搓吧，你看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老2一出生就有机会走上屁生巅峰，比起老大翟耀达，屁粮可以更丝滑。最重要的是呢，就像我这种心比较大的妈妈，就是有的时候晚上要真说睡大发了，忘给孩子换了，这种事儿也不是没发生过。这个黑金包的内表层有很多透气孔，宝宝的屁屁依然能保持干爽，不会出现湿哒哒的红屁屁。哎呀，你看人家那透气孔的小做工，印花绣制小树叶，树叶充满小细孔。他姥爷说他们小时候也用树叶，就是没有孔。这个因为是新品刚上市，还有优惠活动，咱们呢要讲得了给孩子用桑蚕丝兜尿的排场，也不能忘了用灵魂给自己占便宜的信仰。